1977年7月，越南在统一1年后就同邻国老挝火速签订了老越友好合作条约。这份条约虽然名为友好合作条约，然而在第1条中就明明白白地写着捍卫发展越南和老挝的特殊关系。这个所谓的特殊关系，其实质就是老挝甘愿将国防与外交上的主权部分让与越南。从根本上讲，老挝自此沦为越南的附属国。然而，当条约签署的消息传到老挝国内之后，刚刚获得独立的老挝人不仅没有指责老挝人民革命党出卖国家主权，反而对他们获得越南的庇护大喜过望。为何老挝在越战后心甘情愿地沦为越南的战利品？事情还要先从老挝真正的宿敌泰国讲起。老挝，中南半岛中部的一个内陆国家，在越南战争结束后，老挝人民革命党伴随着西方势力在东南亚的退潮，终于获得了独立地位。然而，独立不到3年，老挝就将一部分主权出卖给了越南，换取越南的庇护。最重要的原因是，老挝真正的宿敌是西部的泰国。老挝与泰国的关系类似于柬埔寨与越南的关系，不过柬埔寨仇视越南的原因，主要是越南向南入侵了湄公河平原。而老挝对泰国的忌惮，不光有泰国占据了老挝西部的历史领土，还有一重要原因是泰国的主体民族泰族与老挝的主体民族老族不仅在历史上同根同源，他们所使用的语言在广义上也同属壮泰语系。今天的老挝人到泰国并不会有太大的语言障碍，而泰国人到老挝也同样如此。对于2个国家之间的交流而言，这本来是一件好事，但对于老挝的统治者而言，这就是天大的灾难。占据了湄南河平原的泰国自古以来就远强于生活在中南半岛中部山地的老挝，两国语言文化的类似性又让泰国历代君主总对老挝怀有极大野心。自公元1540年开始，暹罗就对老挝的前身澜沧王国展开了攻略，并在一波三折之后，于1707年成功通过煽动内乱，将强盛一时的澜沧王国拆分成了3个互相敌视的小国。1779年，暹罗赢下了同西部邻国缅甸的战争，彻底控制了继承澜沧王国的3个小王国。但就在暹罗距离彻底吞并老挝的前一刻，老挝中部的万象国王请援更东部刚刚崛起的越南阮朝，以从暹罗手下解救他的国家。阮朝此时已经完成了向南扩张，下一步就是向西进入柬埔寨与老挝，而这条路线的最大敌人就是泰国。虽然越南阮朝也绝非善类，但他们确实在这一历史时期帮助过老挝短暂避免了被泰国彻底吞并的结局。泰国的吞并行为最终没能得逞的根本原因是西方殖民者的到来，但越南的这一次出手相助，给老挝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也彻底改变了老挝同越南在下一个世纪之间的关系。1920年12月，一位深刻影响老挝国运的人出生在了老挝南部的沙湾拿吉省，此人名为凯山·丰威汉。他的血统非常特殊，他的母亲是当地的一位老族妇女，而父亲则是由越南移民过来的金族人。因为老挝同越南良好的历史关系，这位混血儿在成长过程中并没有受到过任何歧视。他年纪轻轻就考上了法属印支的最高学府印度支那大学的法学系，并在26岁时就加入了同越南关系密切的印度支那共产党。在上一期中我讲过，老挝内战时期，巴特辽武装的精神领袖是拉布拉邦王室出身的苏发努冯亲王，但老挝人民革命党真正的领袖却一直都是混血儿凯山·丰威汉。1975年，越南战争以北越灭亡南越告终。同年，老挝人民革命党也获得了武装斗争的最终胜利，并成功夺取了老挝政权。在新建立的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中，苏发努冯亲王任老挝国家主席，而凯山则在担任老挝人民革命党总书记的同时，兼任老挝政府总理。这位老越混血儿对于越南不光有血缘上的亲近，同时在现实利益上也有动机在此时向越南靠拢。当时的越南在完成国家统一之后，一直幻想继续向西扩张，建立所谓的印度支那联邦。而老挝在独立之后，唯一担心的事情是泰国在西方殖民者退潮之后，利用老挝与泰国文化上的共通之处，继续对老挝的影响与吞并。越南需要扩张，而老挝需要保护。当时的越南号称全球第3军事强国，而老挝的领袖又是一个老越混血儿，因此在越南统一后，双方一拍即合。1977年7月18号，老越双方与老挝首都万象签署越老友好合作条约。该条约首先规定越南与老挝属于特殊关系，然后又宣称双方互相尊重对方的独立国际政策。凭借着这份条约，越南通过在老挝大量驻军控制了老挝的国防，又通过在老挝政府内部安插顾问控制了老挝的外交。这种行为在中国人看来是妥妥的丧权辱国啊！然而在老挝看来，越南才是他们头上的青天大老爷。
越老友好合作条约签订之后，越南不仅向老挝派驻了比老挝自己的军队还多的军队，还通过派往老挝的顾问为老挝提供了大量的政策指导与经济援助。老挝对越南的顺从为老挝带来了肉眼可见的经济利益。相比因新仇旧恨而对越南极不配合的柬埔寨，老挝自1977年至今，虽然长期处于全球经济队列末尾，但人均 GDP 水平长期在柬埔寨的150%以上。不光如此，越南在大力投资老挝之余，也没有让老挝承担多少义务。越老友好合作条约签订后仅1年，越南就展开了对柬埔寨的直接入侵。但越南并没有绑架老挝参与自己的战争。柬越战争从始至终同柬埔寨战斗的也只有越南人自己与投身越南的柬埔寨二鬼子。老挝为越南做的少有的几件事，首先是允许越南在老挝内部驻军，而这不光保护了老挝的安全，也拓展了越南的战略纵深。其次就是在外交场合声援越南。对越自卫反击战期间，老挝与印度是唯二不谴责越南入侵柬埔寨，却指责中国入侵越南的国家。印度支持越南是出于单纯的对中国的记恨，而老挝对越南的支持，则是越南帮扶老挝之后，老挝还的人情罢了。这样一个小国中的小国，想在世界上立足，唯一的方法就是见风使舵，积极站队。越南有称霸中南半岛的野心，但未必有称霸中南半岛的实力。而越南作为区地区强国的竞争者之一，也必然会受到背后全球性强国的操纵。因此，老挝在20世纪对越南近乎盲从的相信，实际上让越南成为了自己的挡箭牌。而越南为了实现地区强国的梦想，又对老挝进行了过多且性价比很低的投资。老挝的出卖主权固然是卖身，但选对了对象，老挝也确实把自己卖出了好价钱。不过，老挝对越南的追随并非盲目压注，实际上，老挝领导人深知自己的小国本质，对越南的依赖未必不是出于本心，但在国际形势出现变化的时候，老挝也没有吝于改变立场。随着21世纪的到来，老挝也已经悄然转向。如今，在老挝背后的最大玩家已经逐渐变成了中国。其实，在老挝独立之初，凯山等老挝第一代领导人就清楚，卖身越南只是在东南亚尘埃落定之前的一时之策。此时，美苏争霸仍未结束，而越南的称霸野心又昭然若揭。与其坚持所谓的完全独立，不如躲在别人背后谋发展。这样的想法让老挝在70年代末坚定地站在了越南的一边，同时也坚定地站在了越南背后的苏联一边。为了表达对老挝的支持，越南与苏联先后都在老挝投入了上亿美元的援助。然而，随着越南在彻底认清入侵柬埔寨只是徒劳无功，并开始转向之后，老挝也几乎在同时见风使舵，调整了对越南的外交策略。1986年，老挝先是跟在越南后面实施了几乎一样的革新开放政策，然后就宣布调整外交方针为对外开放，广交朋友。在越南依旧因战争对中国充满敌视的1989年，老挝就抢在越南前面，同中国实现了关系的全面正常化。与此同时，老挝还在苏联即将解体前夕，快速向西方世界靠拢。到1991年，日本就已经取代苏联，成为老挝最大的援助来源国。在进入21世纪以后，老挝同时同中美交好，特别是在意识到中国崛起之后，老挝积极参与了中国在东南亚的各项布局。早在2009年就同中国建立了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而对越南，老挝除了重申越老友好合作条约之外，并不再承担对越南的任何义务，对中越在南海的争端也是视而不见。实际上，中国需要老挝这种灵活变通的小国，而老挝的灵活与变通，也为这个小国中的小国在21世纪找到了一条平稳发展的道路。